明翰，今天是我们结婚3周年的纪念日，你答应过会早点回来的。喂，明翰，你到哪儿了？我做了你最爱吃的梅菜扣肉，还热着呢。夫人，我是陆总的助理，陆总今天有重要的应酬，实在抽不开身，回不去了。应酬？他明明答应过我会早点回来的，今天早上和我说过的。陆总的行程临时变动，和同房那边催得紧，陆总的行程很满，夫人您体谅一下他的难处，就这样，不打扰您了啊。然然，不好意思啊，明翰今晚要陪我，他说跟你没什么好庆祝的。陆明翰，你从没想过和我有以后，是我太天真了。我是10年后的你，想改命吗？是谁在高贵？林薇薇吗？她又想使什么新招数来侮辱我？你到底是谁？别玩这种无聊的把戏。我知道你现在不信，但你听好，你左肩胛骨上有一块小小的蝴蝶胎记，这件事你连陆明翰都没告诉过。你怎么会知道？因为我就是你，一个被林薇薇设计车祸惨死，眼睁睁看着陆明翰追悔莫及、孤独终生的你。车祸惨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懦弱和退让换来的只有毁灭。我用尽一切换来这次机会，不是让你来问问题的，是让你来改命的。如果他说的是真的，我真的会死。第一步，现在立刻去陆氏集团楼顶打翻他的咖啡。什么？去公司打翻他的咖啡？这是疯了吗？不行，这只会让他更讨厌我。相信我，这是打破僵局的唯一方法。你一味的顺从只会让他视若无物，去让他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你。记住，你没有退路。好，我倒要看看，是先被陆明翰弄死，还是真的能改命。夫人，您怎么来了？陆总他在开一个非常重要的视频会议，他吩咐过了，任何人都不能打扰。让开！哎，夫人，您这样让我很难做呀，陆总会发火的。我说让开！会议暂停10分钟。谁让你进来的？没看见我开会吗？我有话跟你说，就一句。你还能有什么话可说的？无非就是哭哭啼啼的博取关注。苏然，我告诉你，你这套在我这里没用。现在立刻马上给我出去！
你又在玩什么无聊的把戏？我没有时间陪你玩这些无聊的把戏，一杯咖啡而已，你以为这样就能引起我的注意吗？立刻马上给我滚！在他发怒时吻上去。什么？吻他？现在？他这副吃人的样子会把我从20层扔下去的，这可比泼咖啡疯狂100倍。怎么？装哑巴了？还是说你就是故意来找茬想让我出丑？苏然，不要仗着你是陆家太太的身份就可以肆无忌惮。Like a small boat on the ocean, sending big waves into motion. Like how a single word can make a heart open. 这个 I might only have one 疯了， man, 他竟然敢！ but I can make an explosion. 滚！陆总，国外食品会议那边已经准备就绪了，合作方都在等您，还继续吗？取消所有安排，全部取消。可是陆总，明天还有和王总的签约仪式。那个女人到底在搞什么鬼？这个项目我们可是谈了半年啊！我说全部取消！听不懂吗？是，陆总，我现在就去安排。苦肉计还是欲擒故纵？他怎么敢做出这种事？然然，我听说你昨天去了明翰公司，还闹了点不愉快。哎，我早就跟你说过，男人不喜欢女人太粘人，尤其是在工作的时候，你这样只会把他越推越远。你看，他一生气，连下午的会都取消了，这得耽误多大的事儿啊！他想看你失控，别让他得逞。告诉他，我的家事轮不到他指手画脚。你呀，就是太傻了。做陆太太，只要安分守己就好，耍这些小聪明，没用的。小聪明，林小姐，我和我先生之间的事儿，不管是吵架还是别的什么，那都叫情趣，你一个外人是不会懂的。你说什么啊？我说，我先生取消会议，或许不是因为生气，而是想早点下班回家陪我呢。毕竟夫妻之间，床头吵架床尾和啊，不像某些人连吵架的资格都没有。谢谢你的关心，不过我的家事还轮不到一个外人指手画脚。慢走，不送。今晚是陆家的家宴，穿上衣柜里最里面的那条露背长裙。穿这条裙子，宁汉明明很讨厌暴露的衣服。陆家家宴上规矩多，让妈看到我穿成这样，肯定又要指责我不知分寸，登不上台面。他不是讨厌长裙，他讨厌的是那个懦弱、撑不起长裙的你。晚礼服不是俗气，是明艳，是锋芒。今天，他将成为你的战袍。
明翰，昨天到底怎么回事？和风投放的视频会议是敲定百亿项目的关键，你说取消就取消，我看不是公司的事儿吧？是不是苏然又去公司闹你了？我就说嘛，小门小户出来的姑娘，没规矩没眼界，整日只知道黏着男人，上不了台面。妈，真的是公司行程临时调整，和苏然没有关系，你别什么事儿都往她身上揽。妈，我来晚了。哎呦，苏然呐，你这是要参加选美吗？穿得这么暴露，火热得很呢。女人家的还是应该端庄一点，整日只知道靠穿衣打扮勾引男人，像什么样子？我们陆家可是体面人家，不能让人笑话。你用陆老爷子的话反击，陆家的女人就应该有明艳照人的气场。妈，说笑了，我打扮得漂亮一点，首先是为了让我的先生看得舒心，毕竟取悦自己的丈夫天经地义。而且我记得爷爷在世时最常说的一句话，我们陆家的女人就应该有明艳照人的气场，才配得上陆家的门槛。爷爷还说过，我们陆家的女人就该有这样的底气。我今天穿这条裙子，既是喜欢，也是不想剁了爷爷定下的规矩，丢了陆家的威风。你呀，多吃点，太瘦了。妈，然然她穿什么都好看，也没有给陆家丢人。吃饭。真的会有人来吗？这也太冒险了，万一没人来，我岂不是要冻死在这儿？陆夫人，晚上风大，小心着凉。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陆先生没陪你一起吗？他还有几位重要的客人要应酬，我出来透透气。谢谢你，顾医生。夜里温差大，你穿的单薄，别冻感冒了。那就太谢谢你了，顾医生。那你呢？呀，我不冷，没事。陆先生一直都对你很上心，晚宴一直都很留意你，好几次想过来都被客人缠住了。秋季干燥，陆夫人平时可以多喝一些玉煮麦冬茶，滋阴润燥，对你的体质很友好。睡前多泡泡脚，加些生姜片，能改善你的睡眠。陆总，我的妻子，我自己会找，不劳你费心。回家。开快点儿！你是不是和那个姓顾的在偷情？我没有，顾医生只是出于礼貌，你别无理取闹。我无理取闹？苏然，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现在真的是长本事了，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和别的男人眉来眼去啊！你简直不可理喻！我和顾医生只是朋友，你为什么总是这么猜忌我？朋友，朋友需要你对着他笑颜如花，朋友还需要他给你披衣服。苏然，你把我当什么呢？陆明翰，你到底想怎么样？我想怎么样？苏然，你是我的妻子，顶着陆太太的名头，在外面和别的男人拉拉扯扯，你问我想怎么样？我和顾医生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想怎么样？我只看着他给你披衣服，而你好像很开心啊。开快点儿！我们到底要去哪儿？回家。
把他关在门外，让他尝尝被拒绝的滋味。真正的博弈现在才开始。苏然，开门！你回去吧，我要睡了。我告诉你，你再不开门，我把门砸了，信不信？快点开门！手机还没拿。他没走。你胆子越来越大了。给你10分钟时间换衣服，换好衣服跟我去公司。去公司干什么？让你看看身为陆家太太，除了会关门，还应该干点什么。那边不是有个沙发吗？林总，陆总昨晚没回主宅，也没去酒店，去了他和苏然的婚房，一夜没回。什么？一夜没出？陆明翰竟然在那个女人的地方过夜？是，而且今天早上他们2个一起出门，好像是去了公司。苏然是个贱人，到底用了什么狐媚手段？去，帮我联系顾言之医生，就说我想聊聊苏然的病情，我很担心她。地点就约在君悦酒店的顶楼咖啡厅。另外，把风声放给相熟的狗仔，让他们准备好头条。是。苏然，我能把你捧上天，就能让你摔得粉身碎骨。这一次，我要让明翰亲眼看看，自己娶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货色。哼，顾医生，冒昧把您约出来，实在是因为我太担心然然了。陆夫人她怎么了？你也知道，明翰他工作很忙，然然一个人守着空房子，心里肯定很苦。听说他最近情绪很不稳定，时好时坏的。我真怕他会做出什么傻事来。情绪不稳定？是啊，顾医生，你为人善良，然然也很信任你。我能不能拜托你，明天下午3点，在君悦酒店的房间里开导他？我已经帮他订好了房间，想让他好好放松一下。就说是我的意思，我想给他个惊喜。这不太好吧？去酒店房间？哎呀，你想哪儿去了？我也会去的，只是想让你先过去跟他聊聊。拜托你了，顾医生，我们都是真心为然然好，不是吗？好吧。苏然，你好，微微说你最近心情不好，为你准备了一个惊喜，在君悦酒店1808房，让我明天下午3点过去陪你聊聊天。如果你方便的话，明天见。林薇薇，她会这么好心，还让顾医生来？这会不会又是一个圈套？我应该去吗？
紧急预警，绝对不要回复，绝对不要去。林薇薇在君悦酒店1808房设下了天罗地网，她买通了狗仔，还通知了陆明翰的母亲，准备拍下你和顾言之在酒店房间私会的证据，让你身败名裂。原来真的是陷阱，而且是如此恶毒，让他永无翻身之地的陷阱。将计就计。第一步，给陆明翰发一条信息，内容是：薇薇姐说你妈妈想见我，约在君悦酒店1808房，我现在过去。第二步，赴约，但要比约定时间晚到10分钟，相信我。这步棋太险了，一步走错，万劫不复。但除了相信自己，别无选择。陆总，城西项目的负责人已经……薇薇姐说你妈妈想见我，约在君悦酒店1808房，我现在过去。苏然、梦姐、林薇薇、君悦酒店1808房，这几个字组合在一起，感觉不寻常。母亲要见苏然，为什么会让林薇薇来安排？还在酒店房间。会议推迟。可是陆总，对方已听不懂吗？是，我马上去办。喂妈，您约了苏然在君悦见面吗？没有啊，我今天约了王太太他们打牌，怎么会约她啊？啊，是微微跟我提了一嘴，说苏然好像跟那个顾医生走得很近，让我多留心，让我去那边看看来着。苏然，你最好别给我惹什么麻烦。苏然，嘘。顾医生，现在你该明白，林薇薇约你我来此，根本不是为了什么所谓的开导，而是想让我们成为她镜头下的把柄。是我疏忽了，他只告诉我你近来心情郁结，叫我陪你稍作聊聊，还特意嘱咐我提前10分钟到。原来全都是算计。伯母，您别生气，也许是我们想多了呢。然然可能只是和顾医生在里面聊聊天。聊天？有在酒店房间里聊天的吗？不知检点！今天我非要抓个现行，让他滚出我们陆家！苏然，你给我出来！哼，伯母，您看我没骗你吧？苏然就是在这里跟顾医生约会。陆太太，你和顾医生什么关系？是不是早就背着陆总在一起了？哼，苏然，你太让我失望了，陆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妈，您先看清楚，这是什么？这是林薇薇提前装在这里的，她想拍所谓的证据，却不知我一进房间就发现了这个。你胡说，是你故意放在这里栽赃我的。栽赃？1808房的监控你帮我装好了，别让人发现。事成之后给你5000块，下午3点准时让苏然和顾言之进去，别多嘴。薇薇，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要说的？你还录音？你心机怎么这么深？我们陆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就算微微有错，你和别的男人在酒店房间里，难道就没有错吗？妈，第一是林薇薇骗我来的，第二，我和顾医生一进门就在排查监控，第三，如果我先接不深一点，那么此刻是不是就被您和记者堵在房间，百口莫辩了？你还敢顶嘴？完了你了！够了！没事吧？明翰，为了这个女人，你要跟我作对吗？妈，我无意与您作对，不过这件事情上，我相信他。至于真相，我一定查一个水落石出。至于你，林薇薇，我一直把你当成我最好的朋友，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你竟然能干出如此卑劣的事情。明翰，你听我解释，我只是因为太爱你了，看不惯他霸占着你。今天的事情，我希望是最后一次，你好自为之。冉冉，我们回家。来，喝点水。那个，今天谢谢你。谢我什么？是谢我没让我妈打你，还是谢我终于信了你一次？都谢谢。今天的事，的确是我妈和薇薇不对，不过以后啊，离那个顾衍之远一点。顾医生人挺好的，是个很温柔的、的朋友。不过你放心，我以后会注意分寸的。知道就好。饿了这是？一点点。我来吧。你笑什么？好了好了，还是我来吧，陆大总裁。苏然，过去是我太忽略你了。没关系，现在也不晚。喂？什么？合作方单方面毁约？行，我马上回公司。公司有急事，我先回去一趟。陆总，我们收到确切消息，跟我们合作了5年的欧洲伙伴诺德集团和盛华国际已经秘密签署了协议。他们不仅偷走了核心技术，还策反了我们2个项目组的关键工程师。这个项目，我们投入了近100亿的前期资金。现在他们釜底抽薪，我们面临的将是巨额亏损和天价的违约金。查，给我查清楚，盛华到底给了诺德什么好处？还有，那2个叛徒，我要知道他们的一切动向。陆总，盛华这次手段非常隐蔽，我们的商业情报网没有查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惊爆！陆氏集团百亿天狼星计划突发变故，合作伙伴倒戈，或将面临破产危机。之前就听说陆氏内部管理乱，果然5年的合作伙伴说倒戈就倒戈，肯定是利益没谈拢，或者被盛华许了天价好处吧。陆氏这是要凉？我重仓了他们家股票，现在跑还来得及吗？100亿项目说黄就黄，血本无归啊！那2个叛逃的工程师胆子也太大了，竞业协议是摆设吗？还是盛华给的钱够他们下半辈子躺平啊？正在下载文件，破局什么意思啊？下载完了，点开一个看看。啊，这是什么啊？啊，看来有救了，这应该是解决办法。阴阳合同。这已经不是商业情报了，这是足以将对手一击毙命的核武器。未来的我到底是什么人？怎么会有如此通天的能量？让他求你，你才出手。陆明翰是天，是神，是我只能仰望的存在。让我去拯救他，甚至还要让他低头来求我。记住，你不是祈求他爱情的菟丝花。你要做的是与他并肩而立的王后，这一局是你最好的机会。与他并肩而立的王后。陆明翰，你公司的事儿，或许我可以帮你。帮我？苏然，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我没有开玩笑，我知道诺德集团的总裁弗雷德有个秘密情人，是个芭蕾舞演员。我也知道盛华国际的资金链在3个海外账户上有致命的缺点，经不起任何做空。你怎么会知道这些？现在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信息能不能帮你反败为胜。你想听我的计划吗，陆大总裁？回去说。哎呀，放我下来！说吧。第一，立刻联系弗雷德，不用跟他谈商业，只跟他谈谈他的情人。告诉他，你不仅知道那个女人的存在，还知道她名下有一笔500万的欧元资产来源不明，这笔钱足够他喝一辈子咖啡。第二，动用你的资金，找一个可靠的海外操盘手，在我们和诺德重新谈判的同时，精准做空盛华国际那3个最脆弱的资金点，不需要多。只要造成恐慌，盛华自会乱了阵脚。这是在赌博，一旦策略失败，整个陆家都会被拖下水。不，这是在谈判。你手里最大的筹码是那2个被策反的工程师，你手里应该有他们和盛华签的阴阳合同吧？把合同发给盛华的董事长，告诉他，要么立刻停止对诺尔集团的一切支持，要么合同就会出现在商业罪案调查科的桌上。他到底是谁？表现绝不是我认识的那个苏然。陆先生，请再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可以重新谈。盛华那边只是一个误会。弗雷德先生，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现在开始，您只有5分钟，做出对诺德集团、对你自己最有利的选择。进。陆总，刚刚得到消息，盛华国际的股价在欧洲盘开市后突然暴跌，市场上恐慌性抛售。刚刚他们董事长亲自打电话过来，想与您紧急会谈。告诉盛华的王董，想谈可以，带着他的诚意来这儿谈。是。弗雷德先生，看来你已经有所选择了。陆总真是力挽狂澜啊！不但让诺德集团继续合作，还逼得盛华国际赔偿了我们一大笔钱，而且盛华那2个叛徒也被王总送回来了，还附上了全部黑料。这次我们大获全胜。这一次的最大功臣，并不是我。这次会议最大的功臣，是我的妻子苏然。整个破局之法，也都是她想的。陆总，您找我。阿文，我现在需要你放下手中所有的事，帮我查一个人。啊，陆总，查谁？苏然。查夫人？对，她从小到大，社会环境、家庭背景、学业经历，包括她大学上的每一任课的个人成绩，我都要知道。我倒要看看，她从哪儿学来的这些东西。陆总，您是怀疑？不，我没有怀疑，我只要一个事实：一个普通家庭背景、大学学文学系的女孩，不可能对商业博弈和跨国金融有如此敏锐的洞察力。她的背后一定还有一些我不知道的事。苏然，你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回来了，很累吧？快喝点汤，暖暖胃吧。然然，你之前是不是很喜欢看财经类的书？没有啊，那些东西太枯燥了，我看不懂。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快趁热喝吧，凉了就不好喝了。你在公司已经够累的了，别想那有的没的了。上次诺德集团的事，你办得很漂亮。我很好奇，你是怎么想到从弗雷德的情人入手的？这些可不是像是新闻上能分析出来的。他仍在试探，将功劳归于爱。因为我是女人啊，所以我知道，对付男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对付他的女人。而且我太在乎你了，所以我常常在想，如果我是你的敌人，要怎么才能打败你？想着想着，好像就无师自通了。然然，无论以前发生过什么，也不管你有什么秘密，别离开我好吗？他爱我，但他还在怀疑我，这种感觉真的好煎熬。傻瓜，我哪儿都不去。
陆明翰最近被苏然迷得神魂颠倒，那么大的危机都能化解，不能再等下去了。微微，你上次给的情报有误啊，让我们损失惨重。这次，你确定有把握？上次是我低估了那个贱人，这次我一定让他永不翻身。陆氏最近在竞标城东的新月湾项目，那是他们下半年的重中之重。我会想办法拿到陆氏的竞标底价，而且我还会制造出完美的证明，证明是苏然把底价卖给你。我要让陆明翰亲眼看看，他最心爱的女人是个出卖公司的商业间谍。哦，你这要怎么做到？山人自有妙计，事成之后，新月湾项目我们两家公司平分。好，微微，我就喜欢跟你这样又美又狠的女人合作。然然，你现在可真是陆总的贤内助啊！之前的事情我都听说了，我可真替你高兴。微微姐，过奖了。明翰，这是新月湾项目配套酒店的设计图稿，你看看。哦，对了，我听说这个项目保密级别很高，连然然都参与了。看来你对然然是100%信任了。她是我妻子，我当然信她。对了，这是我们的竞标底价文件，你们看一下，有什么问题吗？这是泄密，我们的底价只比盛华高了1/1000。我真的不敢相信，我无意中拍到了这个。明翰，我知道你爱他，可他怎么能背叛你，背叛整个陆家？不是我，这不是我！哼，你个灾星，就知道你是个祸害！陆总，必须立刻报警，把这个商业间谍抓起来。然然，无论以前发生过什么，也不管你有什么秘密，别离开我好吗？傻瓜，我哪儿都不去。明翰，你还在犹豫什么？为了这个女人，你要毁了整个陆氏吗？无论发生什么，我都相信你。明翰，你疯了！苏然，她是我陆明翰的妻子，在揪出真正的内鬼之前，谁敢动她一根头发，就等于整个陆氏为敌。新月湾的损失，我会一力承担。3天之内，我会揪出真正的内鬼。如果做不到，我也会辞职。走吧。别生气啊！你为什么这么相信我，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因为我的心告诉我，你不会骗我，而且林薇薇的表现实在是太完美了，
完美的像是排练好的剧本。别怕，我会和你一起面对的。我愿意赌上一切，都会陪。林薇薇百密一疏，她用来栽赃的转账金额是500万。去查她自己的私人账户，在事发前3天内是否也有一笔同样数额的支出？她太自负，动用了自己的钱。明翰，我有办法了。阿文，立刻动用最高权限，我要查到林薇薇名下所有账户的3天内流水，现在马上。说，陆总查到了，就在2天前，林薇薇的一个瑞士银行账户有一笔500万的款项，通过地下钱庄汇出，去向不明，金额和时间完全对得上。很好，继续查，把地下钱庄的所有线都给我挖出来。他输了，可是光有这个还不足以让他当众认罪。他可以狡辩是巧合，当然不过，我们要陪他演完这出戏。我记得明天有一个针对泄密事件的记者招待会。你想？既然他喜欢演，那我们就给他一个最大的舞台，好好的让他唱完这出戏。陆总，对于您妻子涉嫌商业泄密一事，您至今都未给出正面回应，请问您是打算包庇到底吗？陆太太，您到底是收了盛华国际多少钱，才肯出卖自己的丈夫？各位稍安勿躁，今天请大家来，就是为了公布泄密事件的真相。这是伪造的。各位可能觉得这只是一份流水账单，说明不了什么。好，那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证据。放心吧，张总，这次的证据天衣无缝。苏然那个蠢货百口莫辩，等陆明翰把他赶出家门，陆太太的位置还有陆氏的资源就都是我们的了。还是你手段高明啊！天哪，居然是林薇薇栽赃陷害，这可是惊天反转啊！豪门恩怨简直比电视剧还精彩。苏然，你站住！都是因为你这个贱人！如果不是你突然冒出来，我早就成为陆太太了。我跟明翰青梅竹马，我们本该结婚生子，拥有整个陆氏。我的事业，我的爱情，我这辈子所有的念想，全都被你给毁了。你错了，毁了你的人，从来都只有你自己。是你把占有当爱情，把算计当筹码。你的贪婪和嫉妒早就吞噬了你的理智，这才造成了今天这一切。我没有。是你用了下三滥的手段勾引他，是你骗了所有人。明翰明明说过会永远对我好的。林薇薇，你错了，我从来没有给过你任何承诺，自始至终都只是朋友之意，是你一直活在自己的幻想里，执迷不悟。我错了，我错了。我没错，错的是你，是你抢走了我的一切。你以为你赢了吗？苏然，我告诉你，我得不到的，你也别想得到；我不好过，你也别想得到幸福。你去死吧！你去死吧！小心！
别怕，我没事。你怎么了？血，流了好多血。护士，没事的，皮外伤了。只要你没事，比什么都重要。救护车，快叫救护车！太太，您没事吧？总裁他不会有事的。为什么？他为什么要给我挡道？他明明那么讨厌我。只要你没事，比什么都重要。你到底是谁？你这么做的目的，真的只是为了我好吗？冉冉，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别担心，医生说我身体好，恢复得很快。对不起，都是因为我。别瞎想，不关你的事。即使再来一次，我还是会选择挡在你身前。冉冉，我不能失去你。你很惊讶吗？其实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也许是你泼我咖啡，却倔强的吻上了；也许是你穿了那条我最讨厌的红裙子，却美得让我移不开眼的时候。你有太多次让我刮目相看，让我真正意识到，我娶回家的不是手花瓶，而是一块被灰尘蒙住的稀世珍宝。明海，以前是我太混蛋了，我被所谓的家族责任和偏见蒙蔽了双眼。冉冉，给我一次机会来补偿。我该告诉他真相吗？关于那个未来自己的真相。如果他知道我做的一切都是在执行命令，他还会像现在那样爱我吗？你还好吗？我很好。他怎么样了？他为了我受伤了，不过没有生命危险。意料之中，林薇薇的疯狂是原定轨道里最不稳定的变数。不过危险已经过去，这是最后一道坎儿。你好像什么都知道，那你知不知道我小时候喜欢什么？纠结于过去毫无意义，人要向前看。那你告诉我，下个月陆氏的股价是涨是跌？你不是来自未来吗？这对你来说很简单吧？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苏然，你的成长不能只依靠我，你要学会自己判断。为什么？我感觉你的说话方式有点像那个男人，甚至有点像他。最后一个问题，你到底是谁？然然，你确定分析这个信号源？你知不知道这跟黑镜五角大楼的难度差不多？你惹上什么人了？沉默，这次对我非常重要，算我求你，我只想知道那个信号来源，以及对方到底是谁。唉，好吧好吧，别让我欠你人情啊，把相关的数据包发给我。好，谢谢你，沉默。我的天啊，然然，你到底惹了什么怪物？这信号根本没法追踪，所有路径都被量子算法层层包裹，就像凭空出现的一样，完全不符合现有网络逻辑。这简直像来自未来。一点线索都没有吗？哪怕是一点点异常痕迹也行。别急，我熬了10几个小时，眼睛都快瞎了。
终于在其中的一个数据包的永存协议里发现了一个被反复擦除的数字签名。对方应该是想彻底销毁，但技术再厉害也会留下残影。我用恢复算法扒出来了。是什么？确定是这3个字母吗？有没有可能是误判，或者是其他缩写？绝对不会错，我反复验证了3次。这个签名虽然残缺，但核心字母就是 LMH， 没有其他可能。冉冉，这到底是谁的缩写？你知道什么了？LMH 这3个字母怎么会这么巧 ？LMH 陆明翰，不，这绝对不可能！这根本不是一本未来女王复仇的爽文剧本，而是一本追夫攻略，一本为陆明翰量身定做、精准无比的追夫攻略。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才能让你动心，怎么触碰你的软肋，可未来的我却知道一清二楚，甚至知道他讨厌长裙，却会被明艳的我吸引。我就说，这种理智冷静，哪里像一个女人，哪里像我？这分明是一个深沉内敛的男人。是你吗？真的是你吗？那些指令，那些让我鼓起勇气的瞬间，全都是你的心思，对不对？只有你最清楚怎么让自己放下偏见，怎么让你自己看到我。可你为什么让我一个人经历这么多痛苦和挣扎？来自未来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怎么了？从昨天开始就魂不守舍的？没什么。我来吧。我看你脸色不太好，是不是没休息好？危险已经解除，他已经爱上你，忘了我，好好生活。等等，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你到底是谁 ？LMH 是不是你？然然，到底怎么了？别怕，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可以告诉我。是不是有人为难你了？还是说，那个来自未来的你，又给你发了什么指令？他说什么了？然然，是我，这上面说的是我。这就是没有被改写的我们的结局。我赢了全世界的商业版图，却永远失去了你。我用了10年的时间查明真相，送林薇薇入狱，可剩下的日子只剩下无尽的悔恨。只能看着你的照片，守着空荡荡的房子，才明白什么总裁，什么财富都是虚无。于是我用我的余生启动了涂鸦计划，研究量子纠缠和时空通讯，只是为了打开时空通道，给年轻的我们
再一次机会。然然，当你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我已经切断了所有的联系。很抱歉，让你以这种方式知道我的一切。我只是想给年轻的你和年轻的我一次机会。我不喜欢那个年轻、愚蠢、傲慢、不懂得珍惜的我再一次失去你。现在他已经爱上你了，他会的，因为你本来就值得被爱。忘了这一切吧，忘了我这个来自未来的幽灵，好好生活，让他好好爱你。然然，怎么了？是不是哪儿不舒服？你跟我走！去哪儿啊？然然，怎么了？陆明翰，你告诉我，这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那么傻？未来的你用一辈子的孤独和痛苦，就为了让我活下来。你知不知道，我看你白发苍苍的样子，我有多心疼？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你爱我？3年啊，整整3年！如果不是未来的你改写，我是不是就那么死了？你是不是就要守着回忆过一辈子？你告诉我，为什么这么对自己？为什么让我知道这些？告诉我啊！然然，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你能不能先冷静？冷静？你让我怎么冷静？陆明翰，你个傻瓜，你个彻头彻尾的大傻瓜！好，我是傻瓜，我不知道未来发生了什么，但是无论发生什么，我永远在这陪着你，好不好？我在这里永远陪着你。你看，你自己看。这是恶作剧吧？这不是恶作剧，这是真的。这是真的。我经历了一切，我突然的改变，帮你解决了商业危机，全都是因为未来的你啊！未来的我？他以未来我的名义给我发消息，教我怎么保护自己，教我怎么反击，教我怎么让你爱上我。他只是不想看到我死在你面前。所以打翻咖啡杯是未来的我让他做的，穿裙子也是，甚至那个吻也是。那个未来的我，他最后……然然，对不起，让你受惊了。我只是想再给你一次机会，也给我自己一次机会。这一次让他好好爱你。所以车祸、林薇薇的蓄意伤人，还有毒鸦计划，这些都是真的。陈默是顶尖黑客，他追踪了一个信号源，发现了这个 LMH。陆明翰，这就是你。是未来的我给你发的指令，让你改变。然然，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是我一直不懂得珍惜，让你一个人承受了这么多。没关系，我不怪你，都过去了，我们好好的。然然，那个未来的我有没有告诉你，后来的我怎么样了？他说，你赢了全世界，却输了我。你查清了真相，送林薇薇入狱，用余生启动了毒鸦计划，是为了给我们一次重来的机会。那这么说，未来的我是个很厉害的科学家喽？是个很傻的科学家。
有大半辈子去想念一个人，却不知道早点对他好。现在知道了，我是很傻。我用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包括过去欠的，加倍补偿给你。我不会再让这样的结局发生。这一次，我要赢，我要守住你。陆总，阿文，你来正好，帮我查一下林薇薇在狱中到底是什么情况，她有没有任何残余势力？我要确保她再也没有任何的能力伤害冉冉。我已经在查了。虽然林薇薇入狱之后，她的工作室解散了，但她的心腹还在暗中活动，把她给保释出来了。什么？她是怎么出来的？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应该是给了一大笔钱。不惜一切代价，把那几个心腹给我控制住，不要留隐患。是。明翰，放心，我会处理好的。怎么了吗？明翰，你看看那个疯女人干的好事！一，陆家公开宣布与苏然断绝关系。二，陆明浩与林薇薇订婚。三，赔偿林薇薇精神损失费50亿。都是你！如果没有你这个扫把星，我们家怎么会惹上这种麻烦事？那个女人已经疯了，她要毁了我们陆家！够了，妈，这件事情跟冉冉没有关系，是林薇薇她丧心病狂。那怎么办？陆家的基业就要被毁了！明翰，你爸一辈子的心血，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他被毁了呀！林薇薇那个女人已经疯了，我们跟她耗不起，只能答应她了。妈，我再说最后一遍，冉冉是我的妻子，我陆明翰的妻子，谁也不能动。至于公司的声誉问题，我相信我还没有无能到需要靠自己的女人去还。可是没有可是，走吧。别担心，总会有办法的。谢谢。冉冉，对不起，今天又让你受委屈了。明翰，这一次没有未来指令了，但是我们有彼此，我们一起解决。好，我们一起解决。对，就是那个私家侦探，帮我查一查他最近的资金往来，尤其是海外账户。林薇薇能够被保释，背后一定花了大力气。喂，张律师吗？我是苏然，我想咨询一下关于伪造商业机密和恶意诽谤的量刑标准。对，我想知道证据需要做到什么样才能构成刑事案件。我从不知道我的妻子竟有这样的一面，强大、迷人、少女，为之惊叹。这里。忙完了？你那儿有头绪了？我查到林薇薇背后的人是陆氏集团的死对头，张氏集团的张泽。我查到一笔来自海外的匿名资金，通过好几家空壳公司，最终转向了为林薇薇辩护的律师事务所上，而那笔钱最终流向了张总的海外资产。果然是他，他一直在想搞垮陆氏。但他千不该万不该
把主意打到我们家头上。他以为林薇薇手里的东西是王牌，但不知那是一颗随时会炸伤自己的炸弹。哦，怎么说？伪造东西总会有破绽，我已经让朋友去查。当年和我父亲合作的那几家小公司，我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陆太太，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这个样子，真是该死的迷人。搞定了，林薇薇给那个私家侦探的资料，原文件我找到了，上面有伪造的数字痕迹，时间戳对不上。这份所谓的黑料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赝品。干得漂亮，还有别的吗？有，我顺着王鹏的线黑进了他的加密硬盘。你猜我发现了什么大家伙？我要你做得干净点，伪装成一场意外。环山公路那个路段没有监控，是最好的下手地点。事成之后，尾款会打到你境外账户。记住，我不要他受伤，我要他死。好的，多谢。这就是原时间线里我死去的真相。原来林薇薇早就动了杀心，只不过在新的时间线里被陆明翰挡刀那次给打乱了计划。该死！如果没有那些未来的信息，然然就会像录音里说的那样，惨死在环山公路上。别生气了，现在我们有了这个，就该轮到我们反击了。你是想？当然是请君入瓮。他不是喜欢演戏吗？我们就陪他演完这最后一场。陆伯母，各位叔伯，我的条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要么让苏然滚出陆家，明翰和我订婚，你们陆家再给我50亿作为赔偿；要么这份关于陆伯父早年光辉事迹的材料，明天就会出现在所有财经媒体的头版头条。林小姐也是为了陆氏好，毕竟声誉才是一家百年企业最重要的资产，不是吗？你们这是敲诈！您可以这么认为。现在，距离我的耐心耗尽还有10分钟。张总，还知道管我陆家的家事？苏然，你还敢来？看来你是做好净身出户的准备了。林小姐，先别着急呀，在谈你的条件之前，不如先看看我的。林小姐要来要挟陆家的这份黑料，从头到尾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赝品，伪造商业文书，刻意诽谤。张总，这在法律上应该算共犯吧？你胡说，这东西是真的。是真的吗？那这个是不是也是真的？我不要他受伤，我要他死。假的，这也是假的，是你们陷害我的。陷害？林薇薇，伪造资料是诽谤，那买凶杀人呢？又是什么罪？你以为你伪装的天衣无缝，但互联网是有记忆的，人心是有底线的。林薇薇，你涉嫌伪造文件、诽谤、造谣，还有蓄意买凶杀人，我们已经报警了。不是我，是苏然，是他陷害我。明翰，你相信我，我这么爱你，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呢？明翰，
你忘了吗？你小时候说过要娶我的。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我为你洗手做羹汤，为你打理人脉。你创业出去的第一笔资金，还是我求我爸帮你的，我怎么会害你呢？对，是苏然这个贱人挑拨离间，他就是想抢走你。你收集的所有证据，我们都已经提交了，你就等着接受法律的制裁。保安，放开我！你不能抓我！我是林家的，放开我！苏然，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张总，我想很快商业犯罪调查科也会想找你聊聊。总裁夫人真是女中豪杰，这次林薇薇的阴谋藏得这么深，又是伪造黑料，又是买凶杀人，多亏夫人您细心，不仅找到了她伪造证据的时间漏洞，还挖出了她和杀人凶手的通话录音。不然我们陆氏不仅要丢了新月湾项目，还要被泼一身洗不清的脏水。太险了！然然，对不起，以前是妈有眼无珠。妈，你，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陆家做的一切。以后你和明翰好好过，妈再也不掺和了。明翰，你以后要好好对然然。陆总，你瞄准一点啊！老板，你这儿最好的娃娃我买了。走吧。未来如果你看到了他笑了，这是你10年多才换回来的笑容，绝不一样。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能和你像这样做那么普通的事。这不是普通的事，和你在一起，每一件都是我生命中最隆重的事。这些年我们错过了太多，所以未来的日子里，我要一件一件都补回来。陆明翰，你现在说情话的水平比你玩游戏的水平高多了。因为我说的都是实话。陆太太，咱们的约会才刚刚开始。好点了吗？你看，这些都是我们的纪念日。明翰，怎么每个日子都记啊？因为有你的日子，每天都是纪念日。从前我对你有太多亏欠，这辈子都还不完，下辈子、下下辈子我都预定。陆明翰，你不知道，其实我爱你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开始了。明翰，你怎么了？苏然，3年前，因为我的无知和傲慢，让你在那场冷冰冰的婚礼中成了全城的笑话。那会儿的我就是个混蛋，让你哭，让你等，伤透了你的心。其实我很感谢那个未来的我，是他唤醒了我，不过他终究是个影子。现在在这里求婚的是这个时空有血有肉，爱你到发疯。苏然，
你愿意再一次嫁给我吗？这一次，没有妥协，没有利用，只有这一颗为你跳的心。我愿意。苏然，你是我的了。未来的我，你看到了吗？他真的爱上我了，我们赢了，对吗？苏然，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无论发生什么，不要离开我。我答应你。你不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多久吧？对不起，让你久等了。没关系，最后是你就好。从今天起，我们的未来由我们自己书写。没有预知，没有指令，只有我们。陆明翰，你答应我一件事，答应我好好爱惜自己，不要再让任何一个时空的我为你心疼了。我答应你，为了你，也为了我们共同的未来。你说未来的我们现在是什么样子啊？也许抱着咱们的孩子，给他讲讲过去的故事。我才不要告诉他，他爸爸以前是个多么讨人厌的大冰山。陆太太，你现在翻旧账是不是晚了点？我可以翻一辈子旧账。好，让你翻一辈子。陆总，我们家小门小户，受不起如此大礼。爸，明翰他……叔叔，这一次您别怪冉冉，是我请您来的。对不起，我和冉冉结婚3年，娶她作为我的妻子，却没有尽到一个丈夫的责任，让她在家里受尽委屈，在外面听尽了流言蜚语。都是我的错，我也知道我没有资格为自己辩解。一句错了，我们家冉冉3年的青春和眼泪就算了吗？陆总，你知不知道我们家冉冉回家一次都没笑过？我们问她，她什么都不说。我还以为她在你家里享福呢，原来是在受苦啊！对不起，叔叔，是我伤害了她。我知道说什么都于事无补，这些礼物也只是我的一点心意。我爱冉冉，我只想用我的余生去守护她，让她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所以，我想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陆明翰，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我们怎么知道？你今天不是为了哄我们开心，明天又把我们冉冉扔到一边。如果我再伤害冉冉，我名下的所有资产转到他的名下，我净身出户，从此以后再不见你。明翰，你胡说什么？我没有胡说，我可以立下字据，请律师公证。你来真的吗？我对自己说过的每一个字，绝对的认真负责，所以相信我，叔叔，原谅我，再给我一次机会。傻孩子，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只要你对我们家冉冉好，比什么都强。小子，记住你今天说的话，你要是胆敢对我们家冉冉不好，我这把老骨头就算拼了老命也饶不了你。谢谢爸。好。陆明翰，我不想再做全职太太了。好，跟我说说你想做什么？是开个画廊，
还是做品牌，资金资源我全力支持。我想进陆氏集团工作。进陆氏？我想从基层做起，不是以总裁夫人的身份，而是以一个普通员工苏然的身份。我想看看以自己的能力能走到集团哪一步。好，我支持你。人事那边我会打好招呼，不过只能跟他们说你是内推的新人，其他的一切靠你自己。谢谢你，陆总。在公司你叫我陆总，那回了家你该叫我什么？没个正经，我上班去了。张主管好，我叫苏然。你就是苏然？人事部说你很有潜力，那我就看看你的本事。好的，那以后请大家多多指教。正好，城西有个烂尾了半年的商业体活化案，一直没人肯下来。你刚来，就先熟悉熟悉吧。3天后，给我一个初步的可行性报告。好的，张主管，我一定尽力。苏然，你的报告呢？主管，这是我的初步可行性报告。之前的方案都想将这里改造成传统商场，但调研显示，周边3公里内已经有5家大型商场同质化严重，所以我建议逆向思维，放弃零售，将这里打造成一个集沉浸式艺术展览、潮流文化、亲子体验和创意餐饮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地标。非常好，苏然，你这个方案给我很大的启发，照这个思路继续深挖下去。冉姐，这个要先预热，我来帮你。冉姐，你上次那个报告太牛了，我们私下都叫你救火女王。能加你个微信吗？以后有不懂的想请教你。太夸张了，当然可以。冉姐，我出差买的，你尝尝。补充能量。不用了，谢谢你。别客气。你帮了我那么多。这算什么？王俊，陆总，你的商业报告完成了吗？挺有闲情逸致啊，今天之内交到我办公室。陆总，那个不是下周才……我说了，今天。苏经理很勤奋吗？陆总过奖，为了完成你临时加派的工作，不得不勤奋。可我怎么听说苏经理在公司的人缘很好，尤其是年轻男同事。这又是进口巧克力，又是工位上请教问题，很殷勤啊。陆总，这是在查岗，还是吃醋了？公司明文规定，办公室禁止恋情。我是担心你影响工作风气，也担心有人嚼舌根，
对你影响不好。办公室恋情？没有啊，我和小王只是同事关系啊。是吗？可是，我想和你谈一场办公室恋情，怎么办啊，苏经理？你对我的影响越来越严重。这个男人的破坛子真是越来越大了。顾医生，好巧。是啊，好巧。陆总，陆太太，你看起来的状态比我见过的任何时候都要好。谢谢你，我现在确实很好。陆总，过去的事都有得罪，彼此。看到你们这么幸福，我就放心了。祝你们永远幸福。谢谢你，顾医生，你也是。你不生气了？我有什么好生气的？刚才我都看见了，某人的手都搭到椅子上了，像小狗圈地盘一样。我那是怕椅子不稳让你摔着，你现在是重点保护对象。陆明翰，真好，所有事情都在变好。不是你们，是我们亲手把他们做好了。这么晚了，还来公司做什么？带你来重温旧梦，还记得这儿吗？怎么会不记得？我这辈子最大胆、最狼狈的一天，就是在这里。就是在这里，我看着咖啡，手抖得不像话，心里一直在想，那个未来的我出的什么馊主意？是啊，那天我也是气疯了。我万万没有想到，你竟然敢在公司里对我动手。你到底想干什么？现在想想，真的跟做梦一样。如果那天我没有泼出那杯咖啡，没有鼓起勇气，那就会由我去找你。啊？即使没有未来的讯息，就算走再多的弯路，我最终都会找到你，爱着你。这是命中注定的，改变不了。不过，我也要谢谢你。谢我什么？谢谢你那天泼醒了我。谢谢你，是你教会了我如何去爱。综上所述，我建议下一季度我们将重点放在新兴市场开拓上，具体的策略分为以下。抱歉，然然，怎么样？哪不舒服吗？我没事，就是有点头疼。会议暂停。都怪我，最近让他太累了，他一定是劳累过度。该死的，我怎么没发现？医生，我太太怎么样？她什么病？先生，别太紧张，您太太不是生病。不是生病，那这是怎么了？恭喜您，陆先生，您要做爸爸了，建议您挂个产科，做个详细检查。你说什么？我要做爸爸了？恭喜您，陆太太。
你怀孕6周了，宝宝很健康。然然，明翰，我要当爸爸了，我没有孩子了，我要当爸爸了。医生，谢谢你。陆先生，别太激动，别太激动。不好意思，医生，不好意思。陆总，你这是在做学术研究呢？然然，我刚看书上说，孕妇在孕期的时候情绪波动非常大，所以我要准备时刻关注着你。哎，对了，你知不知道古代的杀人犯他们被斩首之后，手机去哪儿了吗？因为旧手机都放转转回收了。怎么样，有没有心情好一些？好了，我心情很好，你别紧张。哦，对了，那个书上还说，就是这段时间你的肚子会变化比较大，让我们随时测量一下。我们量一下吧。够了吧？第7步，哦，对了，盐少许。少许是多少？还是我来吧，你别烫着了。哎，那不行，你的孕期营养餐必须我亲自做。你好好休息吧，这油烟大，再给我10分钟，10分钟就好啊，去吧。宝宝，今天别折腾妈妈。爸爸告诉你，今天爸爸谈成了一个大项目，以后给你买最好的奶粉跟玩具，你要乖。宝宝，爸爸妈妈一定给你一个最幸福的家。你说什么？睡吧。然然，我们会永远这样幸福下去的，对吗？永远。陆明翰，发生什么了？然然，时间不多了，你一定要尽快醒过来。陆明翰，不要走，不要走，陆明翰。陆先生，这已经是第5次记忆唤醒模拟失败了。苏然小姐的大脑在车祸中受损太严重了，她的潜意识一直在抗拒苏醒，而且您的身体已经不允许这样透支了。这种深层意识连接是在燃烧您的生命，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答应过他，要给他一个完美的结局。没关系，再来一次吧。陆先生，您的生命体征已经非常微弱，再进行一次意识连接，您会脑死亡的。如果他注定醒不过来，那我就去那个世界里，永远陪着他。启动渡鸦系统，这一次，把我的生命体征全部灌注进去。然然，
等我这一次，我再换一种方式叫你爱上我。我是10年后的你，想改命吗？我为什么会哭？陆明翰，是你吗？哎。